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走进了一间密室，里面空空如也，虽然很大，但却怎么都走不出来，这可把我急坏了。于是我加快脚步，在梦里使劲寻找出口。然而此时此刻，梦醒了，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吗？可以在弹幕里打个1。梦醒后，我就上网查了查，说这是白天压力比较大，或者内心有正在纠结的事情，所以才会做出这种类似幽闭恐惧的梦。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假如在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有这样的密室，里面有无穷无尽的机关，当你无意间闯了进去，那要如何逃离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起在互联网上疯传的密室传闻。曾经在网络上出现过这么一个帖子，一名网友记录了自己前往约翰逊县社区诊所的经历。大约是在12点15分，网友来到了诊所进行例行检查，这对于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。不过这次一走进去，一种奇怪的怀旧感就扑面而来，好像是童年回忆的某个地方，但说不上来。闪烁的荧光灯，耳朵里面充斥着嗡嗡声，米色墙壁再加上白色的瓷砖，这场景似曾相识。网友们注意到角落里面安装了一台电视，一个较小的屏幕，里面正在播放简短的广告 PPT。 网友经过了空荡荡的等待区，来到护士台准备登记。按照一般的流程，网友接过表格开始填写，然而怪事却发生了。刚写到一半，他就头昏脑胀，感觉很累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太累了，网友就靠着墙把头往后仰了仰，竟然没有撞在墙上，自己的身体反而进入到了墙后面。他吓得赶紧爬了起来，眼前的墙壁完好无损，但当他试着摸一摸墙，发现手指竟然能够穿进去。这名网友吓坏了，难道自己真的是要死了吗？才出现这样的幻觉。突然他失去了平衡，摔了一跤，身体跌落到了一块棕褐色的地毯上，自己又换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。然而这名网友意识到自己误入了地方，实际上不只有一个房间，而是一组房间，而且数量未知。所有的这些房间都通过开口连接了起来，墙壁上覆盖着棕色图案的墙纸，地毯上面还发出了强烈的恶臭味。这个时候他再次触摸墙壁，发现自己无法穿过去了。很快他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仔细看了看这个房间，没有窗户也没有门，墙上只有棕色的墙纸，除了一些蓝色的塑料椅子外，房间里面空空如也。这名网友很恐惧，不停地重复着我必须要离开这里。他开始在房间里面跑来跑去，拼命想找到一个出口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这名网友很绝望，难道自己永远走不出去了吗？故事的最后，他听到了奇怪的脚步声，但不像是人类走路的声音。不仅如此，还传来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咆哮声，像是发怒的动物。这位网友落荒而逃，感觉是地狱之门在慢慢的靠近他。但是不管他怎么跑，自己总是会回到最开始的房间，根本就走不出去。最终他躺在了地上开始哭泣，一种恐惧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此时又传来了脚步声。自从这位网友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了论坛上后，这一下子就成为了最让人紧张恐怖的故事。大家想象一下，被困在一模一样的房间里面等待死亡，那该有多么的绝望呢？其实密室这个话题最早起源于 4chan 的论坛上面。在2018年的4月21日，一个名为 Annoy Mouse 的用户发布了一张令人不安的密室照片，里面没有家具也没有人，灯光昏暗发黄，地毯看上去脏兮兮的，像是80年代的酒店会议厅。远处的风格暗示着这一切都是相似的结构，很有可能是另一个房间的入口。然而恐怕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这张照片竟然成为了密室系列的开端。到了2019年的5月12日，一位匿名的 4chan 用户又在该网站的超自然板块上面发起了一个帖子，邀请用户发布令人不安的图像，就有了刚才发布的那张密室照片。更精彩的是，还有一段配文：如果你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，你最终会进入到密室，那里只有潮湿的旧地毯，恶臭无比，发黄的荧光灯发出持续不断的嗡嗡声，你会被随机困在大约6亿平方英里的某一个房间里面。如果你听到附近有什么东西在徘徊，上帝保佑你，因为他肯定听到了你的声音。不得不说，单单只看照片的话，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么多，但是有了这个配文，画面感就变得十足。脑洞大的小伙伴恐怕已经出现了许多奇思妙想。最后不出所料，密室的传闻火速出圈，蔓延到了其他的网站上。那到底什么是密室呢？其实密室只是一个很大的名称，里面有数千个房间，也就是关卡，每一个房间都会发生与众不同的情况，有的是某种生物，有的则是特殊的环境，反正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做不到的。因为密室的设定是有6亿平方英里，那是得有多大，估计各位脑子里都没有什么概念了。没事，我提醒一下大家，
地球表面积也就5.1亿平方公里。经常玩游戏的小伙伴肯定比较熟悉这种设定，要想进入到这种空间，里面就会充满了随机性。比如你正漫游在某个游戏中的地图，碰巧穿过了墙壁，进入到了秘密空间，又或者是某样东西出现了故障，把你带入到了密室中。当你不慎踏入，你就需要挑战0级到999级的空间。咱们刚才看到的空无一人的密室房间，就是启动整个系列的0级挑战。无限的迷宫房间，持续不断的噪音，湿地毯的恶臭味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，而剩下的级别大多数都是神秘生物的地盘。这绝对不是我们熟悉的什么小动物了，它的外观可以足够让人望而生畏，至于技能和行为更是要卖一个关子，因为我会在2022年期间不定期的给大家更新，反正超乎想象就对了。那下面我们就关于密室的玩法来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来到了0级密室，跑着跑着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门，那恭喜你，只要你打开这扇门，就可能会被传送到第19级，里面会出现一个可怕的人形怪物。不过据透露，有的房间却很欢乐，里面会装饰着气球和彩旗，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几个大字。在密室里举办的生日派对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想想就有点刺激。来参加生日宴会的又会是怎样的人呢？当然你也有可能会走进一个书房、停车场、医院、旅馆等等，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奇怪的家具，比如桌子和椅子。总的来说，这像是你见过的最大、最破、最老的办公楼，你必须穿梭在迷宫般的房间和走廊，找到突破口。运气好的话，你可能会找到同伴，不过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你能够遇到的基本上不会是什么正常的人类。有网友认为，密室一共分为3个层级，一层比一层黑暗，当然也会更加的危险。看来这密室系列的难度可真的不小呢。在2020年的3月份 ，TikTok 上面出现了密室的视频，这引起了病毒式的传播。一整个发黄的房间，加上嗡嗡嗡的声音，虽然视频很短，但我觉得压迫感已经上来了。感觉下一秒当事人就要试图逃跑，然后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是重复的。密室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魔音，从一张照片发展成为小说、视频、游戏等等。我觉得6亿平方英里可能只是个类比，创作者想表达的是，这已经超过了人类大脑里面最大的概念。无论如何，这是存在于现实之外的空间，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，1000个人就会出现1000个故事，最后融合成为一个强大的密室宇宙。起初我看见这个房间的照片的时候，其实感觉并没有什么吸引力。这又破又旧的房间，看上去并不会发生什么怪事，比起我之前讲过的一些东西，可真的是差远了。当了解大概之后，我发现这个故事的美妙之处来源于它的随机性，总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感觉。其实我也想过，互联网上有这么多的魔音，为何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？后来我想了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个空无一人的房间出现在了许多人的梦中，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多的共鸣性吧。就像是开头讲的这些类似的经历，通常这些都是噩梦，怎么也逃不出去。在梦里急得不行的时候，梦醒后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那么密室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生物等待着我们？人类能否逃出密室？我们在今后的视频里面慢慢给大家揭晓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大家对于密室感兴趣吗？一定要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还想看后续有关于密室的宇宙，记得点赞关注我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